大家好啊，欢迎再次来到光学作用，我是 Solen。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啊，大家又去哪里玩了呢？我去了广东清远的一个露营地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，也进行了一次惊险的星空摄影。在这一期中，藉此机会也为大家分享星空创作中的技巧与难点。我这一期啊，第一次用 Vlog 的形式与大家呈现。若觉得视频太长的话，可以直接拉到最后看干货的总结哦。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刚刚到达了这个露营营地，今晚我们就要住在这里了。然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之晴朗，晴空万里，很适合晚上进行星空的创作。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山，就是著名的哈斯特地貌，也非常的适合拍摄星空的时候做前景。拍摄星空前景的选择也是非常的重要的。来，我们在太阳落山前，我们先选好我们的前景。走着走着，发现这里也有大片的茶田，也很适合做前景哦。来，我们再向前看一看，这是什么茶叶啊？这是英狗啊，马红茶。紅茶哦，英雄九里，著名嘅英雄九里紅茶，一斤都好貴啦，3蚊半啦，即係收購就3蚊半。这里怎么样？星空拍摄，大家可以下载谷歌星空 APP， 利用时间旅行功能查看晚上的星星的方位。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山沟的中间，刚刚好是一个北极星的位置。然后我们今晚可以试一下在这里取景，去拍摄一个星轨的画面。完成踩点后，在太阳下山前，齐心协力搭好帐篷，为夜幕降临做准备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，披着新北的革命传统。好了，晚上到了，虽然天色好像乌云比较多，星星的能见度比较差，但是我也是想出去试一下。现在营地里面大家还在篝火晚会，然后我独自走夜路了，大家陪我哦。这盏 LED 还是挺不错的，还能够灵活调整不同的色温，冷、暖，挺好的。特别是走夜路露营的时候带上这盏灯，朋友都羡慕你。可惜啊，我没恰饭，我就不告诉你这盏灯是什么灯了。月亮在这边，那可能这台小机ISO 3000哦，最高极限可能就看不到了。然后我们尽快找到刚刚早上我们已经探好的一个位置。另外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自己来的路，不然迷路了就搞笑了。感觉我刚刚走错路了，然后我现在往回走的路上，其实真的太黑了，这里的光污染的确少得可怜。有时候在城市啊，或者在近郊的时候，一直觉得光污染是件很碍人的事，但是到了真的毫无光污染的地方的时候，你真的会，就算早上看了景了之后，你再找回那个地方，其实也已经太困难了。最近有个梗，
大家说，以后走夜路怕的时候，那就播钢铁洪流吧。我也觉得是，但是我手机也只有28%的电了，我不想再浪费电量了。感觉是这里，这棵树下是今天早上遇到老爷爷的地方。在户外拍摄，特别是慢快门的延时摄影，一定要将三脚架架牢靠。我们第一步先对焦，大家都说将对焦拉到无穷远，再回点。更精确来说，应该放大对焦点，对星星进行手动精确对焦。看到一颗星星了，然后我们调到最小，星星呈点状的时候才算是合焦。那我们看到一颗星星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好的一个对焦的参照物了。现在取景器一片漆黑，怎么构图呢？我们需要先拍一张回放，再慢慢调整。最经典的星空拍摄曝光值为 2.8 的光圈、30秒的快门和3200的 ISO。但我们在构图阶段，我们可以先调一个较次的曝光组合，例如12800的 ISO、8秒的快门。快一点的快门，让这个调整的时间不用等得这么长。现在星星是合焦的，大家看到现在曝光其实是对于拍星星来说是过曝了。可以再抬高一点点，我觉得它的地上还是多了一点点。这里虽然有云，但是星星还是能看到的。好，大概是这样了。这些山也是感觉也是比较起伏，这样子从高低错落，也是比较舒展的，还可以吧。就是那些云实在是太多了，云多的时候它会很影响曝光。感觉前边有台飞机飞过，那回来的时候跟你说是流星雨，你也信呢？好了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效果怎么样。还是可以，就是云多了一些。然后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景，我们看到前面有棵大树，它的树顶的位置刚刚好是北极星的一个位置，所以我想拍一个星星绕着这棵树顶去转的一个延时摄影呢。到时候16:9再裁一下下面，这样子呈现给大家吧。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就继续开始这个间隔拍摄。对于风光摄影师来说，真的是看天吃饭的。你看刚刚还有几颗星星的天气，现在已经是乌云密布了，什么星星都没有了。好吧，我还是回去尽快洗睡吧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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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这里怎么走？我觉得是走这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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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，回来营地了。爸比拉过去了。在这儿了。星空拍摄总结起来有几个要点。第一点在于在夜幕前找到理想的机位，不然到了晚上黑灯瞎火就不知去向了。第二点就是选择理想的前景。星空拍摄不是盲目的对上拍，你的构图中只有天空和素材图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一定要找到理想的前景做呼应。
第3点就是放大对焦点，对星星进行对焦，而不是听信网上说的什么无限远，再拉回来一点这样的不精确的操作。第4点在于了解教科书般经典的星空曝光组合，当然也要实际问题实际分析，灵活应对。比如在构图的阶段，可以先用较次的曝光组合，尽快找到理想的机位。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提前下载好，例如星空地图这样的 APP， 方便了解星星们的位置，方便构图。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还是有一点收获的话，记得点赞、投币、收藏哦。若还没成为我的粉丝的话，点一下下面的关注键，就能实时看到我每周更新的拍摄教程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！